来到这个狗血文5年了，如今剧情终于走到关键节点。韩锦堂借小杨妃之名传信，把我召来京城。至于他的目的嘛，当然是想利用我这张脸离间太子和女主的感情。等他当上太子妃，我的死期就到了。那么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我主动出击。三姑娘，云碧山庄到了。三姑娘，锦堂小姐还是二皇子妃，你可别冲动啊！他被二皇子当众推下水，按理是闹掰了，但两人却在这山庄厮混，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不就来试探风声了吗？走，护卫都帮我踩好点了。韩锦堂人呢？怎么回事？好像马车翻了，快去看看！韩锦堂，他怎么会在二皇子的庄子上？不是说二皇子厌弃他，他都因落水快病死了？难道是因爱生恨，爱而不得，所以求奸？那韩大人知情吗？嗨呀，先把这对颠公颠婆的戏台拆了，就是舒坦。那个人是？给我查！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在京城阴我韩锦堂！一定是东宫那边的手笔，好狠毒的心肠！这是要逼死我的堂儿啊！大夫人，三房的姑娘来了。自家人，快坐。你们一路劳顿，刚来京城，先在府里住下，好生休息。不必，出发前爹爹说过，大伯家隔壁的宅子是我们的，我们回自家住就好。我打理那么久，你们说要回去就要回去。哦，有这回事吗？年头久了，我倒是记不清了。大伯母贵人多忘事，不过房契侄女恰好带在身上。盛玉，你年纪小，不太懂京城规矩。大伯母其实不想归还宅子，是吗？你爹娘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吗？信中说堂姐落水病危，二皇子母亲小杨妃想退亲换人，点名要见我们姐妹。不过今儿刚进城，大伯母说的对，我爹娘确实没这么教过我。我的堂姐妹还真是伶牙俐齿啊，比不得堂姐，有空私会男人，没空装逼哦。难道是她？一个偏远小官的庶女，怎么可能有这个胆量？既然病情是假，大伯母也不欢迎，那我们就回永丁城了，也省得被人骂没教养。这是拿件小杨妃的事威胁我。真把宅子还我们了，拿人东西拒不归还，他还能有理？可我们这样强硬，算是彻底得罪了大伯母。本来也交不了好啊，所以我才提前1晚到。有什么事不能等白天去做吗？不能。月黑风高，杀人夜，怎么能等白天呢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总之，你记住，大伯家二皇子太子只是得罪的早晚的问题。危言耸听，怎么还和太子扯上关系了？大姐姐，你还记得爹爹怎么嘱咐我们的吗？要都活着从京城回去，所以不要掉以轻心。你干什么去啊？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当然是出去玩了。大伯母找我，记得帮我糊弄过去。书里记载，今天郊外的赏花宴，太子和他的小姨子私会，差点就被正主发现了。正义的我怎么能忍心让男女主伟大的爱情在角落里发霉呢？这位姐姐也来赏花呀？我是韩锦堂的堂妹韩盛玉，姐姐是殷淑珍。你倒是和你堂姐很不像呢，难怪我一见姐姐就觉得十分亲近。
我二姐姐名字里也有个舒字呢。这么巧，我还没在京城赏过花呢。姐姐不如带带我，那边风景怎么样？去散散心也好。就是这里，太子和殷道柔就在里面，马上就能拉拢第一个盟友了。这园子我也没逛过，姐姐，咱们进去瞧瞧吧。可以啊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谁在尖叫啊？这不是太子和殷淑珍的叔妹吗？太子是殷姐姐的未婚夫，怎么会抱着自己的小姨子啊？殷道柔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林墨雪的宴会上勾引太子！这是要把错全推给殷道柔，那可不行。太子的手怎么还紧紧揽着她的腰啊？他们明知道姐姐在这里赏花，还敢在这里私会，真是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你，姑不跟你一个小姑娘见识。太子殿下真是心胸开阔呢。淑珍，你妹妹崴了脚，姑不过是顺手帮了一把。我就说太子名声极好，怎么会和殷道柔做出这种事？看来是巧合。喜欢装好人是吧？看我怎么反将一招。哎呀，崴脚多疼啊！你快去请郎中来瞧瞧。是，三姑娘。淑珍，姑有话与你单独说。咦，太子殿下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呢？放肆！姑和淑珍说话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太子是恼羞成怒了吗？嘘，太子殿下，他崴了脚，又不是断了腿，何至于整个人扑倒在你怀中？难道你想私下威胁淑珍姐姐吗？他谁啊？敢这么跟太子说话，也太生猛了吧！圣谕说的是，有什么话，等郎中看过道柔再说吧。三姑娘，郎中来了。姐姐，我现在已经无事了，就不劳烦郎中了。事关你和太子的名声，难道刚刚是太子说谎骗了大家吗？自然不会是太子说谎，那劳烦郎中了。小姐，你这……您直说无妨。这位小姐，她并没有崴脚。难道太子和殷道柔？不可能！你说是怎么回事？是道柔不好，道柔骗了太子。原书中，她可是表面柔弱的黑心莲女主。这件事之后，反而让殷淑珍背上一个多疑善妒的名声。淑珍，等等我！小姐，太子会不会报复我们呀？我区区一个小官庶女，可承担不了他的怒火。查清楚了，她是哪家的？回殿下，她是大理寺卿韩应权的侄女。韩应权，二皇子的未来岳父。上次宫宴，殿下将计就计，反而让二皇子成了推韩锦堂落水的人。原来如此，好一个二皇子和韩应权，本太子记住了。太子和殷道柔被当众捉奸，活该！看他这个贱人，以后还怎么装模作样？小姐，上次我们在宫宴本来就是想嫁祸给他，没想到谁让二皇子蠢呢？还有撞破这件事的人是韩胜玉，怎么会？你这次真惹了大麻烦，那也是给大伯父添堵，谁让他们算计我？大伯父从未对我们有所不满，你面都没见过，你怎知他没有不满？总不能大伯母刁难我们，大伯父清清白白不知情吧？是啊，就算再忙，抽空见我们一面的时间总该有的，避而不见，可见心虚。原以为家中的男性长辈是我们晚辈的最大依靠，从今往后，长房是长房，我们是我们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一笔写不出两个韩字，你我呀，终究是姐妹。小杨妃今日有空，妹妹正好跟我去拜见。圣谕说过此事有诈，不如先推脱一下。能见小杨妃是我们的福气，但身体不适，恐过了病气给娘娘。不过是些许不适，撑一撑也就过去。马车已在门外候着，走吧。韩锦堂，你怎么敢？能与殷道柔一争高下的，只有这张脸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彻底撕破脸了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啊！谁跟你是姐妹？这样的姐妹，我们可要不起。这样跟我说话，后果是什么知道吗？
那你跟二皇子私会过夜，小杨妃知道吗？今早进宫被骂成狗了吧？没想到韩家的女子竟如此不知廉耻！弱者只配跪着，强者才能站起身。娘娘息怒，臣女那晚去庄子也只是想挽回二皇子的心啊！哼，如此蠢笨，也就你那个堂妹聪明，能助我儿攻击太子，德行有亏，不堪储君之位，还可以借此事瓦解太子和相府的姻亲关系。用你说，滚回去好好反省。是，小杨妃如何待我，关你何事？二皇子驾到！姐，你等我。二皇子有何事？自然来探望你的。不过听说你在三房这边，那个帮太子大忙的三姑娘，想来也在。正是在下。真是废物，看不住一个女孩。二皇子，听闻你推堂姐下水，你为何要羞辱她？她怎么会是帮我讨公道于亲？难道是韩圣玉，你放肆！堂姐别急，我是在帮你问呢。她信中道是小杨妃不喜她，要见我们三房姐妹换亲。斗胆一问，殿下可知此事？圣玉，此事另有内情，稍后我自会和你解释。竟敢借着母妃的名义骗人，要不是还要联手对付太子，确有此事。哼，既然真厌恶堂姐，我们更不敢高攀，还请小杨妃高抬贵手，别强掳我们姐妹二人。强掳？你背后的小动作最好收敛点。殿下说的是我心急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还不滚回来！韩景堂，你最好记住，我们三房的姐妹不是谁都能算计的。看来目前是不能随意拿捏她们。圣玉妹妹，话别说的太满了。还好吧，无事。今日都怪属下不在，请姑娘责罚。那也该怪我派你去找账本啊！你这是又做了什么？圣玉，人心中的成见是座大山。韩晶，属下奉命去查二皇子暗中的产业，找到了这个。放印子钱，逼死人命，向朝臣输送赃银，这是二皇子的账册。他利用绸缎庄为掩护放高利贷，属下去时他们正在盘账，便趁机拿到总账的一部分。居然去偷二皇子的账本，你疯了！韩锦堂敢明目张胆来咱们家抢人，仗的是谁的事？二皇子今日登门，还是来看望我这个多嘴的人。可这……他们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，我总得让他们也疼一疼。这账本你打算交给谁？大伯父可是大理寺卿，三法司除了大理寺，还有刑部跟督察院，所以预谋其事，先谋其人。这升官的登云梯就送给刑部郎中黄谦黄大人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但他是爹爹的同学，支持太子正统，更与二皇子手下的杨荣是死对头。有话就说。姑娘，二皇子若查到咱们头上，他不会。到时候揭发他的又不是我。太子，让他们自己斗去吧。你一个人把二皇子、太子、刑部大伯全都算计进去了。我不算计他们，他们就该算计我了。圣玉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那绸缎庄是二皇子的暗产？不能说的秘密哦。那你之前揭发太子，现在又帮太子，究竟是……先吃饭，今天打架又动脑，饿死我了。你父亲说，太子那事儿可不是韩圣玉的手笔，那是殷家大姑娘借他的手撕破太子跟殷道柔那点事儿，他不过是被人当了刀使。殷家大姑娘被赐婚太子，岂能是简单人物？那韩圣玉也不是个好相遇的，不过是个庶女，却能做徽玉的主。韩徽玉也是个蠢的，要是真能利用她离间太子和殷道柔，等你坐上太子妃之位，三房不跟着得利？他一个庶出的，能沾你的光，进东宫是他的福分。母亲说的是，等他进了东宫，有我在，自然好好照拂他。
听说了吗？刑部郎中黄谦当庭弹劾刑部侍郎杨荣，说是帮某皇子敛财，放高利贷呢，还有账本当证据。可不是嘛，为了自保，只能把杨荣当弃子踢了。不可能是太子吧？肯定不能啊！之前那事儿是阴道罗不检点勾引太子。太子一时被迷惑，人之常情。是啊，太子为储君，是我们的福气。这坊间风声是不是不太对？不对就对了，因为是韩景堂放的呀。那他怎么还维护太子声誉啊？因为他既爱慕太子，也喜欢太子妃的位置啊。怎么越来越复杂了？我们还能活着回去吗？放心，大房不过是仗着大伯父是韩家官职最高的人，才敢如此待我。难不成你还能把他从大理寺卿的位置上拉下来？那多没意思啊！让他坐不稳，让他求着咱们，那才有趣。这条路很难吧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长房不会放过我们。二皇子视我们为隐患，太子对我们心存疑虑，唯有主动破局，方能争得一线生机。怎么破？太子就一定能继承皇位吗？你是要……不知大伯母今日找我何事？前几日的事我已知晓，姐妹之间闹成这样实在不该。你堂姐也是为了韩家着想，为了韩家就要拿我们姐妹去当棋子，你这是心有不满，让你们来京城相看人家，分明是好意。若只是相看人家，为何要骗我们？信上说杨妃娘娘召见，来了京城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。说堂姐病重，可她分明夜宿二皇子庄上。大伯母，这叫什么好意？追玉，你懂什么？太子虽为储君，但二殿下深得圣心，将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锦堂嫁与二殿下，若圣玉能得太子青眼，我们韩家脚踏两条船，无论如何都立于不败之地。果然和圣玉说的一样，大伯母一定会私下找你谈话。谈什么？要你以韩家大局为重，舍弃我这个庶妹。圣玉，我不会的。我当然相信大姐，你随心回答就行。所以骗我们来，就为了将圣玉送入东宫，为你们在太子身边埋下一颗棋子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那是我妹妹的命，不是什么小节。区区庶女，算不得你正经妹妹。辉月，你是嫡女，大伯母怎么会害你呢？虽然打断了你和表哥的议亲，但来了京城，由我替你张罗，什么样的好人家找不到？原来大伯母连我的婚事都算计好了，你应该是个聪明孩子。大伯母，你告诉堂姐，无论她想当二皇子妃，还是想要当太子妃，那都自己去争，凭什么拿别人当踏脚石？你这是跟你妹一样，不识抬举。既如此，辉玉便不打扰大伯母了。大伯母，你追求你的泼天富贵，我守我的姐妹平安，咱们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圣玉，我回来了。大伯母给你许诺什么好处了？哪是好处啊，分明是想做人情，把我嫁出去呢。这是真把我们当眼皮子浅的蠢蛋糊弄了。圣玉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让二皇子知道杨荣的事情是韩家做的。你疯了！先翻二皇子跟大伯的同盟，才可以组建我们和皇谦大人的同盟。你不想活了？太子的船小心上去下不来。怎么会呢？毕竟咱们是墙头风，哪边示弱哪边吹。太子与二皇子斗得你死我活，咱们才能活得舒服，活得长久。你也要脚踏两条船。二皇子缺钱，那就给他钱；太子爱美人，那就成全他的爱情。我真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！二皇子失去杨荣这个钱袋子后，那老大窟窿的钱你怎么填？你不会当初让爹把船运生意做大，就是为了今日吧？那倒没有，不过当二皇子发现扳倒杨荣的敌人，反而能给他带来更大利益时，一切都可以谈了。太子那边更简单，说服殷淑贞让婚给淑妹就行。
真的很简单吗？小姐，韩三姑娘邀你去见梅轩一会。她居然还敢给自己送帖子。那日我当她真心相邀，现在想来，不过是骗我，想去曝光太子和殷道柔的奸情。可是相爷也就做做样子，请陛下恩旨退亲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我当然知道，父亲未必舍得太子岳父的身份。怎么了？他说他能让我体面摆脱这桩令我蒙羞的婚约，甚至能让我获得同情与赞誉。三姑娘，殷小姐真会来吗？这不就来了。殷姐姐肯拨冗前来，圣玉心中感激不尽。韩三姑娘有话就直说吧。哇哦，换别人这样骗我，我高低得先打一棍子再讲道理。她只是冷言冷语，脾气可真好啊！你这样看着我是何意？先给殷姐姐赔礼道歉，那日是我莽撞了。不必，我只是想知道，那日太子的事，你是如何提前得知的？我如何得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得知真相，并避开这次劫难。你不据实相告，我又如何相信你？不过是与殷姐姐同病相怜罢了。此话怎讲？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既然牵涉到殷姐姐，我那好堂姐打着一手好算盘，想让我去东宫做个美妾。美妾这容貌确实也说得过去，你就不怕我那日不理你？嫡庶向来有别，姐姐却待自己的庶妹情深意厚，便知姐姐是个好人。好人又怎么会忍心拒绝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呢？韩三姑娘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厚啊。所以你对我的婚事有何高见？冒昧一猜，最近殷夫人和殷丞相常常吵架吧？殷姐姐是殷夫人的唯一，自然希望退亲，但对殷丞相来说，你不过是女儿之一，立志不同，岂能同心？所以不管是哪个女儿最终能嫁给太子殿下，殷丞相岳父的地位不会改。你是说让我劝母亲顺水推舟，遂了父亲的心思，让殷道柔与太子殿下在一起？小姐，他日若是太子登基，那女人不就……为何要让他登基？你有把握？没有。那你说这话有什么意义？殷姐姐，做了不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但是不做一定得不到。小姐，成了。怎么说？夫人去劝说相爷，说是为了他的名声和前途，愿意让小姐退让，以免相爷被太子所误了前程。那现在父亲和母亲，相爷自然对夫人更加愧疚和敬重，东西都赏了好几箱呢。那就好。我在这个档口突生恶疾，成亲之人换成庶妹，想必大家都会明白怎么回事。是啊，没想到韩三姑娘这招以退为进，这么好用，终究会让太子和殷道柔担下所有恶名。不是我的不强求。再说，大女子岂能与此等鬼祟小人做夫妻？听说了吗？丞相家大姑娘突发恶疾，和太子的好亲事怕是要黄了。你消息还是不够灵通，已经黄了，8成得换成殷道柔。啊！之前不是说色诱太子，怎么还真成了？真爱呗，不然哪能这么巧？殷淑珍偏偏此时生了恶疾，那这和自己小姨子搞上了，逼苦主让位，也太恶心了吧！我就说吧，殷淑珍那边没难度，你呢？我那边更简单。毕竟二皇子失去杨荣这个帮他贪黑钱的，我再把咱家去年的账本往桌上一摆，这就成。杨荣那些见不得光的黑钱，怎么能和我们正经传运的生意比？还有一事，二皇子答应重审父亲政绩，说是能生盐运使司的运同一职。那你还愁眉苦脸什么？大伯压着父亲多少年不准挪窝了？盛月，我们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我步伐的大小取决于太子跟二皇子内讧的走向。大姐就别担心了，安心听说书人讲故事。有什么好听的？
这小姐以死相逼父母不成，竟要和书生私奔。书生也是个坏种，蓄意勾引小姐。大姐，人家山猪再差，能拱到松菜就是他厉害。你帮谁说话？我可太冤枉了，冤枉啊！大姐，这书生追求荣华富贵的奢靡，这小姐要春花雪月的爱情，你真当这小姐什么都不懂？不过是仗着有爹娘兜底罢了，好像有道理。正所谓春风十里，不如取悦自己啊。姑娘真是好口才，兄台过奖。听姑娘口音，不像是地道的京城人。五湖四海皆兄弟，天下子民是一家。敬兄台一杯茶，我喝了，你随意。姑娘好气，行了，范行，你改日再搭讪吧，现在该走。姑娘，有缘再见。范行，不会是书里那个惨死的炮灰白范行吧？娘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殷淑珍怎么能现在退亲？她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？怎么能吃得了这个亏？堂儿，我看你还是安心嫁给二皇子，其他的不要再想了。东宫的浑水，别陷进去了。我怎么能放弃？若我是太子妃，太子心有所属又何妨？殷淑珍简直蠢货！姑娘，不好了！喊什么喊？没点规矩！姑娘，二皇子给三房老爷谋了盐运使司运同的差事。你哪来的消息？姑娘让奴婢多盯着点隔壁，方才二皇子的人送去任职文书的副本，这事儿已经传开了。三叔升官不好吗？好什么？你三叔的官谁给的？是二皇子，而且我父亲是盐运使司的副使，你三叔这下刚好压他一头。我这就去问问二皇子何意。站住！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必然是你三叔给了二皇子极大的好处。二皇子不可能是对我们不满了吧？现在三房那边真是越发叫人看不明白，但至少殷淑珍肯定是恨透了韩胜玉。要不是他，殷淑珍怎么会没了太子妃之位，还要背上恶疾的名声离开京城？他只怕恨不得能剥了韩胜玉的皮。没想到离开京城，只有韩家三房的姑娘来送我。怎么不说话？恭喜姐姐跳出狼窝，荣获新生，祝姐姐此后余生皆坦途，万事皆随愿。满京城的闺秀都在嘲笑我，就连我的好友也劝我该忍一忍，那可是太子妃之位，只有她来给我庆祝新生啊！殷大姑娘，你别哭啊！哎呀，殷姐姐，只要男人换得快，没有悲伤，只有爱。殷大姑娘，我妹妹离经叛道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我可没乱说，人活一辈子，开心最重要。是啊，去车上把我的青梅酿拿出来。人人赞我秀外慧中，德容兼备。被封为太子妃后，更是谨言慎行。可我为太子吃了那么多苦，有什么用呢？圣玉说的对，要为自己活。谢谢你来开解我，我会始终记得这天的。等风头过了，我就回来了，到时候再一起喝。好，殷大姑娘一路保重。这些鲜艳明媚的少女，或多或少都会因为书中男女主的爱情受到牵连，她们也本该有美好的一生，而不是别人爱情的牺牲品。怎么了？我们回家吧。三姑娘，有给你的信件和请帖。进去说。信里爹爹说了什么？他不日就要去秦州夫人运同一职，说我们留在京城，他实在难以心安。那我们可以回永定城了吗？怎么了？不能回吗？信里还说，殷夫人给你说了一门亲事，而且嫡母很是动心。
当初表哥的母亲，我们的舅母本就看不上咱家，好不容易让她同意你和表哥的婚事后，又因为韩景堂的谎言只能作罢，舅母岂能不怒？我明白的，母亲自然想让我寻个好人家，至少也要让舅母高看一眼。我累了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三姑娘也是想回永定啊？非也，只要韩景堂的婚事还没拆散，我头顶上的利剑就一直悬着，这可不行。请帖是哪家递过来的？白家，刑部尚书府上。白家，白范行。白家少爷怎么可能给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下帖子？是他的妹妹白芷宁。据书里说，三皇子李清燕在军中暴毙之后，白范行为了给表哥报仇，决定刺杀太子。去死吧！可惜只将太子重伤，失败后他被高挂墙头破尸3日。游手好闲表象下，却有坚定不移不怕死的心智，他还真是个很悲剧的配角呢。三姑娘，要去赴约吗？当然去啦。少爷，人来了。韩姑娘，冒昧相邀，想来目的你已经猜到了几分。是啊，想来令妹也是突然有要事，来不了了。白少爷有话不妨直说。哈哈哈，姑娘爽快，那我便直说了。听闻二皇子新得了一支船队，日进斗金，韩家的船运生意就这么拱手让人，果然大方。哎呀，一般一般。永定韩家的船运生意当初起死回生，据说是姑娘暗中筹谋。白少爷，这种传言你也信？怎么有点滑不留手的感觉？巧了，我查的时候还撞上了二皇子的人。韩姑娘对这事应该有兴趣。白少爷，两家合作要有诚意，二皇子要查尽管查，我们韩家经得起查。好，我摊牌，我想与你合作航运生意，条件比二皇子更优厚。这是要撬二皇子的墙角？不成不成，我最讲信誉了。不过盯着别人碗里的有什么意思？咱们再起一个灶，岂不更好？你还有别的生意？谁家吃饭只烧一道菜啊？倒是我狭隘了，那你说做什么好？白少爷，你这生意不想被人盯上吧？自然。那有没有想过灯下黑，做跟航运挂钩却不起眼的买卖？韩姑娘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是说做海船靠岸后的运输生意？对，开一家运输行，专做海船生意，价格压在自己养车队和大镖局之间，不愁没客人。说的轻巧，新开的运输行，谁信你？我把二皇子船运的货接下来，有了为皇家运货这块金字招牌，还怕没生意？二皇子能愿意？我家与二皇子的生意3七开。你妻？他一分力气不出就能拿3成，做梦都是镶金边的，有什么不能的？那我与姑娘合作，这梦镶什么边？若只出一张脸跟家世，28分。我2你8，我的脸比二皇子还不值钱。还有一种，白少爷出人出力出钱，55分。我出人出力还出钱，才55，那你出什么？我给车队拉生意啊，永定城外海上的船老大，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好吧，这我还真搞不定。行，那运输行运什么？你插手吗？这是想留个后路，给李清燕运输粮草军械。只要不威胁到我的利益，运什么我不管。好，成交。白少爷痛快，回头我写个契书。今日还有事，改日再叨扰。我让人送送姑娘。不仅说二皇子如今亲近韩家3房，怕是要舍弃大房。那韩应权这二皇子未来岳父的位置，还能坐稳吗？大姐，怎么了？母亲来的信，殷夫人为我做的媒，是光禄司少卿邱大人家的嫡次子。光禄司少卿从4品清贵官，嫡次子不用顶门立户。嫡母还说今年邱伟有望中举。大姐，有了好亲事，怎么不高兴？盛月，我不想这么快定亲，我想写封信给表哥。郭云瞻，当初是咱们家先回亲，
是我对不起表哥。来京城前，我给他写过一封信，让他等我半年。大姐竟然有这胆子，可以啊。你想过没有，舅母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肯定趁机给郭表哥定下别家姑娘。我知道，可我想赌一回。郭云瞻嘛，书里说好像确实娶了别人。行，我让韩晶派人去永兴走一趟，打探郭家的消息。盛玉，你真的肯帮我？这算什么大事？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他已听从长辈之命定了亲，你不许想不开。只要男人换得快，没有悲伤，只有爱。放心，你说的那句话我记得。哪句啊？三姑娘，账房那边果然有动作了。三姑娘，账房那边果然有动作了。说吧，我那好大伯母又做了什么？大夫人去了光禄寺少卿邱府。这么猴急？邱家那边什么反应？时间太紧，来不及探听。不过大夫人出来时脸色不愉，看样子不像成了事。估计是想拿二皇子的名头吓退邱家。我们怎么办？长房想恶心咱们，那可不能让他们如愿啊！你想干嘛？大伯父还想再进一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恶心他们的第一步，便是为爹爹的晋升证明。怎么证明？把秦州的盐务掀翻。胡闹！爹爹刚过去，怎么能做这种事？如今朝廷用的是超盐法，盐商纳银买盐钞，凭钞支盐，但有些官员滥发盐钞，商人持钞却无盐可支，朝廷信誉日损。要是父亲给二皇子一份秦州盐务整顿册，他拿去找皇上邀功，二皇子不能自己做？不能，他没有长一颗我这样聪明的脑袋。总之，自然能让外人知道我爹是凭本事坐上这个位置，可不是靠长房的裙带关系。所以我要做什么？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吗？三姑娘，有心那边来信了。大姐，你自己看。你帮我念。郭舅母确实要给郭表哥定亲，但郭表哥以专心备考为由，坚决推拒了，为此还与郭舅母起了争执。我们的人打听了一圈，确认郭家公子至今未与任何人家议亲。他真的在等我。大姐，先别急着高兴。什么？先想想怎么请嫡母点头你跟郭表哥的婚事再说。是啊，舅母要面子，母亲也要面子，我怎么劝怎么求呢？这个你自己想。我呢，只负责帮你查消息，不负责帮你追男人。又胡说！我要给母亲写信，也给表哥写信，一定会有好消息的。荣公已经派人前往丞相府，向殷道柔提亲了。他怎么配？一个声名狼藉的庶女，也配做太子妃？堂儿，你曾被赐婚二皇子，若是再想嫁给太子，本就十分艰难。娘，我本可以的，只要我能给皇后与太子提供打败二皇子的机会，再用心谋划一个舍命救太子的戏码，如此一箭双雕，太子妃的位置非我莫属。那你与二皇子的合作？是啊，还有合作。殿下，当初你可是答应我的，如今事情发生变化，你总不能袖手旁观。韩景堂，你这是威胁我。殷淑珍已非太子妃，谁做太子妃对我而言不重要。你不是喜欢殷道柔？我说你就信啊，蠢货！你算计我？比不得你爹，表面依附我，却又让三房吐出杨荣之事，既讨好了太子那边，又能借此拿捏我，真是打着一手好算盘。我们与三房并非同心。那更说明
舍弃废物一般的韩家大房，太划算了。你若识趣些，最好主动退弃，我还能给你几分薄面。不然的话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这是要一脚踢开我？好啊，殿下尽管去上折，我绝不拦着。你赌我不敢，你倒是一定会后悔的。届时别说我没提醒你。没事的，我没留下把柄，他是故意吓唬我罢了。三姑娘，二皇子那边似有退亲之意。他倒是懂得及时止损。姑娘不惊讶？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当初他与韩景堂定亲，本就是互相利用。如今他留着韩景堂，除了得罪我们三房，还有什么好处？二皇子果然心狠手辣，利益驱使罢了。不过韩景堂可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必有后手。那我们隔岸观火。必要时再给他添把火。还有件事，镇海公府林墨雪送来请帖。他可是当初撞破太子奸情时赏花宴的主办方啊。姑娘，林家为何忽然给您下帖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墨雪姐姐，姐姐给我下帖子，我高兴坏了，还以为搅了你的赏花宴，你肯定会怪我呢。没有的事。姐姐不愧是将门虎女，十分大度。圣玉，我今日找你来是有话问你。姐姐只管问，你性子飒爽，我保证不说假话骗你。怎么老是夸我？殷淑珍的事真是你做的？我确实掺和了一脚，但这么大功劳我可不敢独揽。功劳？你管这叫功劳？姐姐，佛说人生有8苦，都这么苦了，为什么不能吃颗糖缓一缓？什么吃糖？这位姐姐也很好骗啊，是个好人。你哪来这么多歪道理？歪理正理，让人高兴就是好道理。可世人不这么认为，别人凭什么定义我们？就凭他们那张狗嘴吗？生活索然无味，蛤蟆点评人类，他都是蛤蟆了，你还信他？信蛤蟆不如信自己。我直说了，你真的要看着殷道柔当太子妃？还真如书中所写，是太子迷妹的女配2号啊。姐姐，佛祖把智慧洒满人间，肯定给太子殿下打了伞。姐姐也觉得我说的对，是不是？说正经的，你没来京城之前，殿下素有清誉。咋的呀？我还是病毒不成？一靠近就让人声名丧尽。姐姐，若你未婚夫喜欢上你庶妹，你会如何？一刀劈了这对狗男女。可因姐姐劈不起，处于弱势时，只能尽量保全自己。太子想娶殷道柔，就会保全对他有利的一切。人在局中，皆身不由己。你也是这样劝殷淑珍的？当然不是，淑珍姐姐只把太子当未婚夫，姐姐你不一样。她在嘲讽我？我只是给淑珍姐姐畅想了一下美好未来。什么未来？只要男人换得快，没有悲伤，只有爱。你也不用激动的被口水呛到吧？姐姐英姿飒爽，生来就该站在山巅，看星辰大海，难道要一辈子活在鸡毛蒜皮的苟且里？多学一样本事，就少说一句求人的话。别人笑你习武粗俗，你就用实力闭上他们的嘴，这是你的骄傲，不是自卑。圣玉，你真是我知音。糟了，要是早一天见你就好了，这样太子去相府提亲，我就不拖他后腿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跟皇后娘娘说，殷道柔与2皇子纠缠不清。姐姐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啊，刚劝回来的恋爱脑，转头就这么不靠谱吗？我做错了，要不我进宫跟皇后娘娘请个罪。请什么罪？没有证据就制造证据，做伪证。怎么算伪证呢？这叫大白于天下。
只是说过几次话，不算吧。姐姐，太子这次提亲，皇后娘娘没点头，殷丞相不会松口。那最急的是谁？殷道柔啊，她目前名声受损，急需挽回。可苦主去了庄子养病，姐妹情深演不了，殷夫人也不许，真爱无敌也走不通，因为皇后不许，两条路都堵死了。姐姐，她会找谁？难不成是二皇子？不对，眼下这风口，二皇子跟韩景堂又没退亲，怎么可能陪他疯？姐姐还不知道，二皇子正想退亲呢。姐姐，你想不想来个一箭双雕玩玩？怎么玩？一个你的心腹大患，一个我的心腹大患，把他们俩串成一串，烤着玩。圣玉，你真来了？当然啦，我写信可不会失约。圣玉，这是我哥哥殷元忠。韩家三姑娘久仰，舍妹的事真是多谢了。殷大哥言重了。听闻殷大哥见多识广，不知殷大哥对盐务有什么高见？朝廷早有意设巡院巡盐政，只是一直推进不顺。那这件事情，殷大哥可有兴趣？韩姑娘想要我插手秦州盐政，那你找错人了。令尊是因为得到二皇子赏识才晋升，我殷家如今还勉强算是东宫的人。所以更要找你了。我送你一份前程，你帮我挟制二皇子，这笔买卖难道不划算吗？可是秦州的事情一旦我介入，岂不是让人认为你与我们殷家关系匪浅？所以二皇子会以为是太子针对他。对啊，太子辜负姐姐，现在让他吃点哑巴亏，怎么了？看来你是想针对吴德举，具体你想怎么做？我爹爹前往秦州赴任，发现秦州官场一片黑暗，绝不与之沆瀣一气，自然要掀桌而起，请朝廷彻查。令尊这么快就拿到了证据？毕竟我是开过天眼知道剧情的人啊。当然，不然我爹为什么会去秦州呢？三姑娘有消息了。是什么消息？大姑娘收到郭家表哥的信了，一个人在房里一直哭呢。想必是郭表哥没能说服他母亲。真的不管吗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得靠他自己想明白。毕竟不像我是个没心的人，自己怎么活得舒服怎么来。我当初就觉得没好结果。等他想通吧。秦州那边有消息吗？有，外面已经传开了，老爷上奏秦州盐运使吴德举贪赃枉法，证据确凿。同时殷元忠又联合几位御史上书，要求严查秦州盐政，朝野都震动了。比预想的还快。二皇子那边什么反应？二皇子气得摔了茶杯，正查是不是太子在背后指使，而太子那边也是一头雾水，百官都以为是他授意殷元忠，他正急着叫殷元忠去问话。好，让他们互相猜去吧。韩圣玉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三叔弹劾我外祖父，安的什么心？若吴大人清廉自守，何必惧怕调查？三叔为什么要踩着我外祖父往上爬？朝廷蛀虫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像你这种踩着自家姐妹往上爬的人，自然不容。堂姐，你的外祖父保不住了，二皇子那边也要没了吧？堂姐，你还拿什么靠山跟我斗？韩晶，送客。景堂小姐，慢走啊。殷大公子，快请进。韩圣玉果然和丞相府关系密切。殷大哥不会是刚从东宫来的吧？正是。而且关于舍妹，我还有一事告知。皇后娘娘她依旧属意淑珍做太子妃。怎么总有人能突破我对无耻的认知下限？殷大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当然不同意。我妹妹又不是非太子不嫁。殷大哥好气魄，
他们一边拴着殷道柔，一边拴着淑珍姐姐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只是家父恐怕不会同意。那殷大哥要退让吗？殷道柔能让父亲庇护，不就是仗着太子站他身边吗？所以，只要我变得足够强大，父亲自会改变立场。那你看上哪个位置了？巡盐御史，这官职虽然品级不高，却是实权职位，难哦。你觉得我拿不到？自然不是怀疑你的实力，只是有二皇子搅局，若是太子再掺和一脚，圣玉妹妹这样说，那我还非要让你瞧瞧我的本事不可。那祝殷大哥得偿所愿。对了，二皇子还把吴德举的事当跳板，说早就发现韩锦堂品行不端，然后义正辞严要退亲。不止呢，还说之前宫宴就是一时被韩锦堂气得失了智，才做了过激行为。哦，原来是想洗白自己的名声啊！吴德举这块垫脚石，二皇子用的实在太合适了。二皇子非我还不想做呢，退就退。照你这样说，韩胜玉果真和丞相府勾搭上了。你又失势，之前还真是小看了他，连你外祖父都赔进去了。上次我们与父亲说的事情，眼下倒是可以动手。届时，二皇子便是后悔，也与咱们无干了。我娘不是说要来京城吗？这都好几天了，怎么还没到？三姑娘，姨娘来了。你娘想死你了。我也是。弟弟们和嫡母呢？你嫡母肯定先去看辉玉了，其他人舟车劳顿，就先去休息了。不过我一路走来，这儿怎么还没永定的院子大？姨娘，这里可是京城。好吧，你跟韩景堂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自然是将他打趴下再说。这是来之前邱大叔让我给你带的，也不知道是啥呢。邱大叔他们还好吗？海上讨饭吃不容易的很，上去腿脚都齐全，应该没问题。心思也太单纯了。这个头成色真不错啊。这颗珍珠先给我，你都有一袋子，给我一颗也不行吗？姨娘，这么好的珍珠你也是第一次见，怀璧其罪懂吗？这珍珠能不能留，怎么留都有说法。这么危险，要不还给邱大叔，我再思量思量，都听你的。天色太晚，你先送姨娘去休息吧。邱大叔的字还是一如既往辣眼睛啊！哦，原来邱大叔在海上救了个因为珍珠起内讧的濒死少年，这是少年的谢礼，还说愿意带他去采珠地，所以他想借我的渠道卖珠，这是他的诚意。这可真是瞌睡来了地枕头啊！车轮的话，用铁包木轮圆，减少磨损。车轴用铁，轴套用青铜。青铜比铁软，耐磨，能做滑动轴承。轴套上方开油孔，毛毡填充，定期注油脂，持续润滑，摩擦阻力能降一大半。成了，
这新款4轮重型货运马车绝对碾压现在的款式。姑娘，忙完了，可要用点茶水点心？不急。这些结构图，你务必亲手交到白凡行手中，让他找信得过的工匠看看是否可行。姑娘放心，我这就去。只要白凡行存着帮三皇子李清燕的心思，这东西他一定会拼命帮我造出来。大姐怎么有空来找我？之前不是和嫡母去相看了邱二少爷吗？你打趣我呢？那他真如传言般有才华吗？只是粗粗见了一面，哪能知道这么多？那大姐来找我是想说什么？其实，表哥与我说，舅母的态度松动了。哦，爹爹高升了，他又觉得你配得上他儿子了。可舅母还是不肯来京城，他要我母亲先低头，主动去永兴联系他。这架子还要端着，还要我韩家先弯腰。我一看信，就知道我跟表哥到此为止了。郭表哥呢？他没劝。他劝了，没劝动。我们爹爹升官，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。纵使对姐姐有几分情谊，根子上还是个软骨头。以前是我想差了，你说的对。表哥他并非良配。想通了，想通了，我可以为他弯腰，但不能让我娘跟着低头，不能让韩家跟着丢脸，这就对了。还有，邱家大姑娘邀我去玩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看来邱家对大姐很满意啊，不然也不会这么积极了。不了，大姐去玩吧，我也有其他人相邀呢。谁啊？淑珍姐姐，她已经在庄子上等我了。圣玉妹妹，你可来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前日，二皇子来找我。二皇子，他刚刚韩景堂退亲，这时候来找你。嫌姐姐日子太清静了，我没见，成病推了。可他昨日又派人送了补身的药材来，刚退亲就来纠缠，这是要逼死人吗？我不敢跟母亲说，她已为我的事儿操碎了心。想来想去，只能找你，找我就对了。姐姐别怕，我比你虚长几岁，遇到事却还要你来帮我。遇山开山，遇水搭桥，一个人的脑子不够用，2个人的凑一起就够了。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书中还真说了二皇子心仪殷淑珍，他再来就关门，硬闯就让庄子里的人大声喊，看他二皇子要不要脸。这能行吗？姐姐，这种关头不能心软，一旦沾上，想脱身得掉一层皮。我之前听人说二皇子对姐姐有意，还以为是个笑话，如今看来不可能。我与他话都没说过几句，他怎会对我？那他退了亲，不去找别人，
怎么只来找姐姐？姐姐，你想过没有？这事若传出去，别人不会说二皇子纠缠你，只会说你俩早就勾搭上了。殷道柔和韩锦堂正愁没法子洗白自己，你这是给他们送刀子。你说的对，他再来，我把他打出去。这就对了，我还有个法子，姐姐要不要听？你说。这几天过得真是难得的清闲啊。大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圣玉，这门亲事是不能成了。为何？邱家宴会上，有个不请自来的表姑娘，口口声声说有了邱二少爷的孩子，让你成全他们，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没了爹。这什么剧情？书中没有和邱家人议亲，自然也没有写这些糟心事，真是恶心人。三姑娘，邱夫人来了，正在府外等着呢。夫人和乔姨娘去接待了。三姑娘，我们要去吗？大姐，想去听一听吗？不了，我在这里陪大姐，你去悄悄听个墙角。是。邱夫人，怎么说？邱夫人说是表姑娘诬陷邱二少爷，说邱二少爷一向在书院读书，少有回家，更是和表姑娘极少往来。就算不是他的，那也跟他们邱家有关系，真恶心。是吗？我看邱夫人还是挺大方、真诚的，不像是假话。这样的话，那有件事咱们得小心一下了。什么事情？圣玉，难不成是有人在针对咱们家？但没有证据。不过咱们有钱，慢慢去打听。不行，不能慢。你去给白凡行递个消息，我和他约在茶馆见面。你给我的图纸，工匠眼睛都看直了。什么时候去工坊看看？不急，先跟你打听点事儿。打听谁？光禄司少卿邱家。怎么，你要跟邱家做生意？不是，是我家大姐正跟邱二少爷相看。邱二少爷，书呆子一个，他家邱大人古板的很，他要是敢乱来，腿都能打折。那你知道邱家表姑娘吗？我哪知道这个？这位表姑娘真是有贼心又有贼胆啊！你说有没有可能，最近谁在针对我家？太子正帮殷元忠征巡盐御史，没空。二皇子昨儿个被狗咬了，更顾不上你啊！你还得罪过谁？二皇子被狗咬了。昨晚上出城打猎回来，被野狗追着咬。一群打猎的被野狗追，笑死人了！
要不是个皇子，我就不只是放狗这么简单的帮淑珍姐姐出气了。既然打听不到，先走了。工坊什么时候去？东西没造出来，我去看什么？图纸都给了，照着组装就是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打听到什么？有钱好使吗？那个表姑娘是邱三夫人的娘家侄女，没人提过她与邱二少爷有什么。还有呢？邱二少爷与咱们大房的韩彦照大少爷是同窗，两人关系不错。邱二少爷还几次带他回邱家做客。韩彦照是，很好，去查下韩彦照与那位表姑娘可有过接触。已经查了，韩彦照在书院外租个宅子，说是读书用。那表姑娘呢？她每月会出门拜佛，拜佛的路上就会路过书院。那这真是太巧了呢，就别怪我一箭树雕了。我与太子真心相爱，有什么错？姐姐根本不喜欢太子，却占着太子妃的位置。我只是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有什么错？这惊雷也太可怕了吧！那个方向是阴丞相府上，不会跟女主有关吧？姑娘，您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亏得我从永定带了护身符来，快收好，保平安。姨娘，你又去找那道婆了，花了大价钱求的。三姑娘，大老爷被雷劈了，刚抬回来，大夫人急疯了，请我们过去呢。谁被雷劈了？韩应泉。那这热闹可就不得不凑了。韩胜月，你最近日子倒是过得舒心啊。托堂姐的福，毕竟你现在连二皇子妃的名头没了，还想接近已有心上人的太子，更不容易了吧？伶牙俐齿，真以为自己了不起？归根结底，你也不过是庶出，别人只当你是个消遣罢了。豆腐都有脑，你却没有，有病就去治，在我跟前狂吠，毕竟我又不是兽医。你只管骂，我一点也不在意。有些人啊，就爱口是心非，装模作样。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敢妄想做太子妃？大伯跟大伯母可真是冤。你胡说什么？怎么急了？看来别人没说错啊！你真当皇家赐婚是玩过家家，龙子凤孙，你想挑哪个就是哪个。别人这等隐秘之事，难道是二皇子告诉他的吗？我不跟你这种人做口舌之争。哪种人？反正我从不骂人，毕竟我骂的都不是人。姨娘，怎么了？有话我们回去再说。是啊，
你回去也好好劝劝圣玉，凡事当以家族为重，管我们三房。大伯母还是管管被雷劈的大伯和被二皇子退亲的堂姐吧。无事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你们到底谈了什么？那我来说吧，皇后娘娘正在给太子挑东宫嫔妾，我娘将你的名字报了上去。什么？我要劈了你们！鞭子给我！冷静，先冷静。韩圣玉，你敢？我不敢，敢把我名字报上去，给太子做妾。谁给你的狗胆？我的本情！韩圣玉，入选东宫是何等荣耀，你莫要不识好歹。荣耀？那你怎么不去？知道自己名声臭了，太子看不上你。你污蔑我！你先等等。等？那也是等我先出完这口恶气再说。韩圣玉，你疯了！我疯？以为把我塞进东宫就能拿捏我爹，断了二皇子海运的财路，好向太子表忠心？做梦！为了巴结太子，你们长房连自家侄女都能卖，我呸！圣玉，出口气算了，这要把人打坏了。你们都是死人吗？愣着做什么？去把人给我拿下！姨娘，你和吉祥在这里面，不要出去。是，三姑娘。还不上！反了，反了！快去叫老爷！叫啊！正好让我问问韩大人，被雷劈的滋味好不好受？敢让我给太子做妾，也得看太子有没有这个好命，活到我进门。韩圣玉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毫无规矩！大伯母，你们敢报我的名字，就说明是先让皇后和太子点头了。韩敬堂，他日你们再寻我麻烦，我可不会像今天这样好说话。名单已经上去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你就算打死我，总之参选我是不会去的。你们最好想办法撤下名单，不然怎么样？你以为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当家做主？就你们家这艘破船，四面透风，八方漏水，谁要当你们的家呀？对了，我没恭喜你马上就要当祖母了，真是挑了个好儿媳啊！接着说，外面都在传韩景堂会被退亲，是因为他比起二皇子更心仪太子，还说他私下多次表露仰慕太子，不满二皇子。谁放的消息？恐怕是韩圣玉。因为韩应权将他的名字放进了东宫嫔妃的待选名单里，昨天韩府还因此闹得鸡飞狗跳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殿下，你与韩景堂退亲，韩应权必然不满，
这是背叛殿下，投靠太子啊！是啊，只要韩锦堂真成了太子的女人，那他和我的海运生意必然就做不下去了。这一招釜底抽薪，确实能让韩应权讨太子欢心，也不全没好处。我可以趁机重新划分海运分成，帮他解燃眉之急。殿下，韩三姑娘求见。这么巧，让她进来。见过殿下。韩三姑娘，稀客，你是为了名单的事来的吧？殿下慧眼。要我帮忙也行，海运的生意再让2成出来，我就帮你这一回。看来我与殿下这笔生意是做不成了。哦，是受逐加价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合作不成也不能伤了和气。不过我手里这封状告书，殿下既然不感兴趣，那就算了。等一下，状告书，你写的？是啊，告韩应权丧心病狂，送自己侄女给太子做妾。殿下觉得这东西够不够分量？韩圣玉，你这一手够狠的。你这状告书，把韩应权骂的狗都不认识他了，不行吗？你要知道，状告朝廷官员，有罪无罪，皆按越素罪论处，按律当吃50。所以，你这小身板，50杖下去，还要连累我给你收尸呢。哇哦，他竟然还想着给我收尸！殿下请看，这样的珍珠，便是宫里也难得一见吧？这2颗，请殿下代我献给皇上，这1颗送给殿下。韩三姑娘，你以为区区几颗珍珠就能让皇上网开一面？幕僚先生，这样成色的珍珠，你若能寻来，你有多少，我买多少，价格你开。珍珠不过是个引子罢了。殿下，他应该是想用这几颗珍珠，将与殿下做海运生意的事，在陛下跟前过个明路吧。正是，也省得有人用此事攻击殿下，与民争利。不过几颗珍珠恐怕不足以让陛下开玉口。姑娘莫不是掌握了采珠地？差不多吧。殿下，若是大梁还能开通海上贸易，这可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古的事。如此一来，父皇在韩英权和韩圣玉之前，必然会保后者了。好，这件事的风险，我替你担了。我会重新拟一份措辞得当的奏章，连同这2颗珍珠一并呈给父皇。这是真心实意要保我啊！多谢殿下。听说了吗？韩应权想把韩锦堂送进东宫当妾。不是，一开始他想把自家侄女韩圣玉送进去，人家心里根本不愿意呢。对对对，他就只能说是传话的人听错了，报的韩锦堂的名字。这种谎话，皇上怎么可能信呢？直接革去他大理寺卿之职，闭门思过，听候发落呢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其实人家韩圣玉和2皇子搞了个海运，还给皇上献珠，此举
不仅能充盈国库，还能沟通海外，扬我国威。但这韩应权眼红自家的侄女了呗，想用婚家困住人家，真是卑劣。那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难怪有韩彦照这种儿子。这又是什么事儿？你不知道，韩家、大房三家、邱家，因丞相府全去捉奸成双了。那个韩彦照搞大了邱家表姑娘的肚子，还用成婚一事逼人家表姑娘把事情嫁祸给邱二少爷。为啥呀？邱二少爷正在和韩家三房的韩辉玉相看呢，这不正好搅黄了吗？更精彩的是，那小宅子离书院极近，韩彦照的名声直接毁了，已经被书院除名。那连韩彦照也栽了，韩家长房这算是彻底完了。肯定啊。盛玉，你知道我今天听说什么了吗？殷道柔居然去给殷淑珍赔礼道歉了。这是又要闹哪一出？而且他最近也不见太子了，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，总不会是被那日天降的惊雷劈了脑子吧？你也看到了，那日雷光就在丞相府上扫过，我当时都看傻眼了。殷道柔这样的人就该遭雷劈，女主被雷劈，难道也有什么变故不成？怎么还打哆嗦？林姐姐，你最近见过殷道柔吗？我见他做什么？看到他我就烦。对了，因着你那几颗珍珠，最近不少人都在打听韩家，你可要当心。连皇后娘娘都问起你家的事了。皇后？要知道，皇上因二皇子奉上的珍珠，对小杨妃都多了几分偏宠。盛玉，你姐姐放心，齐大非偶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姐姐，你哥哥林小将军缺不缺军费啊？大家一起来赚钱啊！盛玉，你此话当真？边关苦寒，粮饷器械时有短缺，若能多一条财路，自然当真。不过此事机密，在未定下之前，切勿走漏风声。你放心，我明白。对了，林小将军如今在谁麾下？三皇子啊，你不知道？淑珍姐姐，你怎么会这个时候邀我来庄子啊？你自己看吧。殷道柔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听墨雪姐姐说她找你道歉，可没说她一直跟着你啊。被雷劈了，在府里又哭又闹要见我，不见就撞墙，母亲没法子送到我这里来了。跟盛玉妹妹道歉，不然我就送你回去。
他这眼神好像不认识我。韩圣玉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他被雷劈了之后就这样，整天胡说八道的。姐姐，我没骗你，韩圣玉真的死了，这是个假的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我真要生气了。真的，韩圣玉最爱美，每次见我最爱梳弯月季，就仗着自己长了一张好脸欺负人。他这样子确实有点像是被雷劈傻了。不对，你没死。不对，你不是替太子死了吗？死人怎么能复活？头好痛。姐姐，我头好痛。圣玉，他的话你别放在心上，他刚来时也抱着我哭，说我死得好惨什么的，他就是在说胡话。这什么情况？女主难道重生了？可我记得书中说殷淑珍下场凄凉，跟惨死是两个概念吧？把二姑娘带下去。当初看到殷道柔当上太子妃就没看了，难道不是甜甜蜜蜜的大结局吗？圣玉，这事儿我实在不知怎么跟你讲，姐姐实话实说，我才好替你分析。那日惊雷，严道柔莫名晕倒了，醒来就开始胡言乱语。洛姨娘去我爹跟前哭，说这是我娘害的道柔，正闹着，她醒了，冲出来，跪在我爹面前，也跟着陷害你娘。不是，她说姨娘诬陷我娘，让我爹不要信她。甚至赌咒发誓说，这辈子绝不嫁太子。什么？她之前为了太子要死要活，现在又不嫁了？难道是我后面没看的情节？发生了什么狗血的事情？那天太子正好也在，道柔竟然当着全家的面把太子骂了一顿。骂什么了？骂太子立身不正，跟我有婚约，还对他暧昧不清，还质问他是不是存心让丞相府手足相残。真是刺激啊！太子什么反应？脸都绿了。洛姨娘冲出来说她被雷劈坏了脑子，请太子恕罪。但道柔转头又把洛姨娘也骂了，骂她尊卑不分，主母面前哪有妾室插嘴的份儿。殷道柔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凄惨的事情，而且大概率跟太子还有洛姨娘有关系。圣玉，他如今糊里糊涂，太医瞧了也不见好，方才说你的那些话不是有意的。姐姐放心，我不生气。可是这剧情得劈叉成什么样，才能让殷道柔这么恨他的心上人？圣玉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我哥哥已经成了巡盐御史，他劝我把道柔送走。姐姐怎么想的呢？不知为何，我有种直觉，把她留在我身边才是最好的。身为女配的直觉吗？姐姐放宽心，不如让我去单独见见她吧。你很怕我？谁怕你？那你躲什么？我不跑，等你杀我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爱慕太子。
无缘无故，我为什么要杀你？因为太子喜欢我，不喜欢你。你每次看我，都想杀了我。你嫁给太子了？我不嫁太子，我不能害姐姐。姐姐不嫁，我也不嫁。我把太子让给你，你去嫁。到底真疯假疯？韩胜玉那么聪明，心又狠，嫁给太子也能活下去。我要找韩胜玉，你找他做什么？我头好痛，我要找韩胜玉，我要救姐姐。我给你银子，很多银子，带我去找韩胜玉行不行？这是又不认识我了？我就是韩胜玉。你不是。韩胜玉美貌倾城，仗着脸横行霸道，还总欺负我。你之前不是说韩胜玉死了吗？那还找他？死了，都死了，韩胜玉死了，姐姐死了，哥哥也没了，我也死了。谁害的？是我害的，可我没想害他们，我只是想跟太子在一起，这是注定的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他在一起。真奇怪，他现在对殷淑珍的死比嫁给太子还要执着。或许我只要找出他这么浓烈的情绪是怎么出现发生的，就能知道真相了。你干嘛？起来，我带你去找姐姐。这么好骗的吗？姐姐，我觉得他这种情况，要不请个道婆来驱邪？你怎么也神神叨叨起来？再看看吧。不过姐姐还是要多加小心他。姐姐，那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，路上当心。韩胜玉最会装了，这都是他装的。姐姐，你可不能上当。道柔，不许这样说。胜玉妹妹是个很好的人，以后你要跟她好好相处。我就知道你们都会被他拢了去，他最善于利用人心了。连太子也是，太子在韩胜玉死后，你又在胡说什么死不死的了？真的，太子自己利用韩胜玉做事，最后死了还要迁怒别人，甚至还怪到我身上。道柔，姐姐，我的头好痛。胜玉，你别死！快来人啊！快去请郎中！怎么被人围起来了？姨娘，我们府门怎么被围起来了？还不是大放害的！你嫡母已经去找他们理论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姨娘，我来说吧。胜玉，我和邱家的婚事怕是不成了。不是都过了纳采跟问名两道程序了吗？怎么又不成了？跟现在的情况有关吗？这还要从邱家的那位表姑娘说起。就是
他一顶小轿从偏门进了韩燕照的院子，本来以为安生了吧，结果他被韩景堂推了一下，摔倒见了血，于是大伯母就说了韩景堂几句，然后他一怒之下从家里跑了出去，彻夜未归。不对劲儿，韩景堂不像这种没脑子的人啊，可不是嘛。他离家的第2天，就有御史弹劾二皇子在云碧山庄埋下人偶，诅咒皇帝。皇上大怒，下令彻查。那这与你和邱家的婚事会有什么关系？那个人偶说是邱大人送进山庄的，不会攀咬邱大人，就是韩景堂吧？就是他，还连带着我们也被看管了起来。我当初就觉得韩景堂留宿山庄甚是蹊跷，原来他早有预谋啊。未来婆家下了狱，我们自家也被官兵把守。哎呀，怕什么？又不是不能出入，咱们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若他真帮太子踩死二皇子，还真有可能成太子妃。只是我怎么不记得这段剧情？真不用担心吗？府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们可不能乱。是我跳章了，还是这剧情在后面？我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？圣谕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自乱阵脚。对啊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。也是，我还没浇花呢。人偶肯定是韩景堂自己带进去的，那日所谓的留宿，恐怕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布置。而他离家出走，彻夜不归，就是拿着这个跟太子谈条件了。真是好算计，既能重创二皇子，又能将邱家拖下水，再间接打击我们三房，还能在太子面前立下大功。可惜他算漏了一点，太子一定会来找我谈条件。三姑娘，黄大人来了。黄伯伯，您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您不该来的。是太子让我来的。太子？之前多谢你送来的账册，让太子扳倒杨荣。这次我若主动将海运生意交出来，太子保韩家无事。这么一大块肥肉，二皇子一倒，别人自然眼红。谁说二皇子一定倒了？圣月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离开东宫时，刚得了消息，小杨妃已经被关起来受审，皇后还用了刑。皇后下手这么快？五谷案历代没有不流血收场的，那人偶上面的字迹与二皇子笔迹一模一样。二皇子必须救，不能让太子一家独大。黄伯伯，有件事我要告诉您，弹劾二皇子一事是韩景堂在太子前告发的。韩景堂？我还确实不知道是何人告发的。他曾是二皇子的未婚妻，又曾在云碧山庄住，谁敢保证那人偶不是他为报复二皇子自己埋的？此话当真？您说若是
韩景堂联手太子针对二皇子的消息传出去，皇上会怎么想？可是，黄伯伯想想，若韩景堂利用太子报复二皇子，以致兄弟相残，皇后又急急对小杨妃动刑，一旦真相大白，圣玉，你可有证据？当然有，就算没有，也可以有。那交给我，我去太子面前说。证据暂时不能给黄伯伯，等殿下有了决断再议不迟。我明白了，伯伯替你走这一趟，成不成不敢挖开口。多谢黄伯伯。韩景堂当时是一怒之下走的，想来未必能把所有东西收拾妥当。韩晶，你好好帮我把风啊！能藏哪儿呢？我就知道。这不都是韩景堂模仿二皇子笔记的纸吗？这些证据也太铁了吧！奉令查，所有人待在原地，不得妄动。搜，仔细的搜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。看这制服，是太子的人。官爷，我女儿是冤枉的啊！太子是想先一步搜韩景堂的住处，看看能不能拿到证据，好断了我的后路，再跟我谈海运生意。我们先走。那些人连公文都没出示，直接闯进来搜家，怎么敢的？那可是太子，怎么不敢？储君又不是吉祥物，是有权力在手的。何况韩英权如今不过是个平民。证据找到了吗？这事儿你就先别管了，吉祥。这是我自己编写的航行手册，你带着他回永定找邱大叔，带上他，带上咱们的船队出海。我出海？你不用。但是你得留在永定替我坐镇。可是，也不用这么急吧？再不走，我就怕太子硬夺我的船。太子怎么能是这种人啊？就是这样的狗东西，怎么就能当男主？他配！你还会功夫？略懂。殿下，说正事。能有什么正事？都说患难见真情，这种时候，你居然还敢来见我？殿下，小杨妃被用了刑。什么？谁敢对我母妃用刑？皇后，太子派来的人亲口告诉我的，他逼我交出海运生意，顺便拿这个消息敲打我。我母妃现在如何？我哪能知道啊？不过我相信殿下清白，
故而四处寻找证据。他竟然如此相信我。殿下，这是韩景堂模仿你笔记的练习稿，还有他私自带走的你的诗稿，上面有你的小印。真是我的诗稿！这个毒妇！殿下放心，海运生意我不会给东宫。如今有了证据，殿下翻身指日可待，我就先提前恭喜殿下了。今日这份情，我记下了。既然太子不想合作，只想抽我的骨头喝我的血，那只好反手给他一刀了。殿下，天赐良机，我们不仅能洗清冤屈，更能反戈一击。你是想，殿下，第一，我们要咬死韩景堂，是太子早就安插在您身边的引线，这一切都是太子构陷您的阴谋。那第二呢？第二，皇后在案情未明时私自动刑，是杀人灭口，屈打成招。好，明日我要与太子当庭对质。三姑娘，看守咱们府的官兵都撤了。那邱家那边如何了？那就不知道了。门口有人叫我把这信给你，说等着您回话。看来是二皇子身边的幕僚写的。怎么了吗？二皇子和太子已经当庭对质，来问我，如果韩景堂将所有的罪名一力承担下来，那么太子就有可能脱身。怎么办？这能如何？太子能让韩景堂将所有罪名担下来，那也是他的本事。毕竟韩景堂还有家人。明白了，我就回他，没有办法。我瞧那个邱二少爷是个好的，一路上都很关心你呢。姨娘就别打趣我了，关心一时算什么？姐姐你可多长点心眼。我知道。算算时间，巫蛊案也该尘埃落定了。三姑娘，大房那边的事情有结果了。如何？和您料想的一样，韩景堂为了保住家人，一口咬定是他记恨二皇子才陷害他，将所有的罪名承担下来。那就这样结束了。刚刚官差来了，通知大房他们，韩景堂已经在牢里畏罪自尽了。韩景堂死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他行事歹毒，这是咎由自取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不是难过，到底是姐妹一场，心中有些唏嘘罢了。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不外如是。那他死了，其他人是不是就不会受牵连了？并不乐观。毕竟韩景堂以巫蛊之罪诬陷二皇子，虽不至祸连九族，但是长房怕是跑不掉的。是的，那些官差说了，已经判他们大房流放，即刻动审。这么急？不用打听也知道，这一定是小杨妃的手笔。二皇子这一难，完全是因韩景堂之故。
只怕韩景堂的畏罪自杀也另有猫腻。原书里他可是活到了原主死后，如今却早早丢了性命。也是，小杨妃可不是吃素的。我听邱家那边说，当庭对质时，小杨妃还添了一把火，拿出皇后迫害大杨妃，导致大杨妃生产时母子俱亡。证据。那他这时拿出这些东西，效果翻倍。小杨妃还真是有仇必报，我喜欢。你多带钱，去京城四面八方找小叫花，将皇后对大杨妃做的恶事传出去，3天之内让这件事情传遍京城。三姑娘，我们这会不会引火上身啊？太子逼我交出生意，这不是砸咱们的饭碗吗？我没钱了，你们吃什么？你们没有月银，家里人喝西北风啊？明白了，断人钱财，犹如杀人父母。对啊，我们只是有颗正义凛然的心，让广大百姓知道真相，不能被奸人蒙蔽。出大事了！燕国大将军周定方派先锋把丹池、荣阳2城拿下了。什么？三皇子不是镇守通明吗？怎么连丢2城？我听说三皇子已经派人回京求援了。求援？外头都传遍了，说什么燕国偷袭，分明是三皇子轻敌冒进，中了人家的诱敌之计。真的假的？怎么不真？还说他见势不妙，差点弃城而逃，是被手下将领硬拦下来的。连丢2城，这下三皇子麻烦了。可不是，还说朝堂上吵了好几天，太子跟二皇子的人都嚷着要换主帅。我有最新消息，皇上已经下旨夺了三皇子兵权，召他即刻回京。那北境谁去守？开国公沈复接了镇北大将军的印，已经启程了。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呀！三姑娘，三姑娘，外面那些关于三皇子的流言说的可难听了。知道是流言，你还气什么？书中说三皇子母妃是异族人，不能继承大统，可毕竟有皇子身份，最后还是暴毙军中。之前太子不还和二皇子闹得不可开交吗？现在倒是统一了。是啊，边境战火纷飞，朝堂却还在最新内斗。韩胜玉，我要去找我表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工坊的事有降头看着，不会出错。你怎么去？用我们新造出的车，他看了肯定喜欢。难怪要给我打声招呼呢。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回京，路上可好？无碍。这就是我信里提过的韩胜玉改良的新车，车轴用了新法子，省力，磨损小。我这一路从京城过来，比平时快了3成。表哥，有了这车，以后我给你补军械粮草，不用看朝堂上那些人的脸色。
咱自己有了。你帮我运粮草，不怕韩胜玉不乐意？草问过了，他说只要不耽搁生意，随我怎么用。启程吧。表哥，上回我写信问你海运的事，你怎么没回？他既与二皇子合伙，我若加进来，便与二皇子争利，他的生意怕不安稳。咱们还怕二皇子不成？他那巫蛊案差点把命搭进去，运气好才翻的盘。我是没想到太子居然被个女子的手段耍得团团转，如今满京城都在笑他。就二皇子的本事，母妃被困，他自己翻不了盘。表哥的意思是，有人帮了他，翻手之间反败为胜，把太子架在火上烤。这人不简单。韩胜玉一个造出这种车，与二皇子联手做海运的人，帮二皇子翻盘的人，会是他吗？范行，回京后，我想见见他。三姑娘，老爷的信。姻缘中已到秦州，但正值通宁战事。父亲的意思是让姻缘中先把延误的事拖一拖。老爷不能自己说吗？不能，这话不能由他开口，毕竟他自己就是里面的官员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得去找殷淑珍，让她给殷夫人递话。盛玉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有正事。姐姐，我收到家父的信，就立刻赶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家父人微言轻，不便直说，但殷大哥此时若动作太大，恐成众矢之的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通宁战事吃紧，严克是重中之重。你是希望先稳一稳，待局势明朗再动。是，这对韩家对殷家都好。明白了，多谢你，也多谢韩大人，我稍后就回府告知母亲。对了，殷道柔近来可好？老样子，最近倒是安静了许多，常常一个人呆着，难怪没看见他呢。现在就是这样，除了我，他谁都不想见。这样也好，至少皇后不会再盯着他，也算因祸得福。一路奔波，姑娘歇歇脚，喝杯茶。三皇子就是托大，什么战神？什么战神？遇上燕国精锐，就原形毕露了，连丢2城，大梁立国以来从未有过。陛下撤他的职，英明。就是，谁知道以前军功有没有水分？说不定是底下人让给他的。前朝名将叶元战功赫赫，被奸臣构陷，君主猜忌驱死狱中，而后边境大乱，外敌长驱直入。这么巧，难道是有人借说书人之口，在为李清燕鸣不平，
开国公可是老将，定能稳住局势。听说他带去的援军和粮草很是充足，朝廷这次是下了血本了。充足？我亲戚在兵部当差，户部层层克扣，真正送到前线的能有多少？再来一个栀子白菜汤，2两玫瑰露，温过。白范行好像说要自己运粮草。结账。还有，白范行回来了，立刻报我。大房宅子的封条怎么没了？我们出城前还在。你不知道，是有犯事的官员要送来禁足。收拾宅子时动静大得很，还有人敲墙。夫人让府里人别理会，那边敲半天没动静，估计觉得没意思，自己停了。隔壁现在有人吗？半个时辰前都撤了，算他们走运。真是恶心。听说三皇子被夺职禁足，下场也不怎么好。姑娘，夫人让人从果子行买的，窖藏到现在还这么新鲜。隔壁好像有人搬进来了，府外停着车，还有士兵护送。士兵护送？小姐，真要爬吗？你别管。技术不错啊。三皇子殿下，韩三姑娘，殿下怎知是我？白少爷跟殿下说起过我。白少爷那天找我，说要接表哥去呢。韩姑娘如此攀墙窥探，不怕被人瞧见，于清誉有损。殿下也说是窥探了，自然要挑没人的时候。这院子僻静，我丫头也嘴严，何况殿下如今在此静思己过，想必也没什么闲杂人等会来打扰。你倒是不怕。殿下是保国护民的大英雄，身为被保护的一员，小女子感恩尚可不及，哪有人会害怕自家英雄的？殿下，请你吃梨，梨子就当是我的赔礼，能与殿下做邻居，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。小女告辞。原来这就是三皇子啊！